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总共是发射了300枚的弹道飞弹，而当中被发现有一半是搭载集束炸弹的弹头，直轰的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集束炸弹就是子母弹，它有个母弹，但它身上会有很多的小炸弹，通常用于攻击机场或者重要设施。这个飞弹它脱离之后，它砸下来的时候，它就有数百颗小弹，你看起来像钢珠，但实际上的杀伤力强多了。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这个集束飞弹是轰炸了特拉维夫，来自于伊朗的集束飞弹。杜拜机场现在正式的关闭了它的领空，还有数百人紧急的撤离在机场。我们要看到的是波湾现在火烧连天，另一方面，今天也会特别来关注到的是美军派的5000名的精锐部队要直抢荷姆兹岛吗？能源咽喉是否变战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争现在升温到整个波湾地区，现在也沦为战场了。最新情势，我们来赶快关心，是在这个伊朗的火力全开之下，飞弹无人机现在直接延烧到了波斯湾海湾国家的核心，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了之后，火烧非常的旺，气田因此停摆之外，领空也关闭了。现在根据了解，所有的航空全面都已经停飞，而且数百人紧急撤离了当地。这是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画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最新统计，是来自于阿联的国防部，他说已经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298枚弹道飞弹，包括这当中还有15枚的巡弋飞弹，1600多架的无人机，一共是造成了6死142伤的惨剧。以色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总共是发射了300枚的弹道飞弹，而当中被发现有一半是搭载今天我们会特别来深入聊的这一种集束炸弹的弹头，直轰的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来自于美联社特别就这种集束炸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这种炸弹的弹头里面通常是装有数小颗的这种小型炸弹的，会在高空中直接分裂，一次就会释放成多枚的子炸弹，而每一枚的子炸弹又有达到数公斤的炸弹，涵盖范围达到10公里，等于是你一炸下去，整片区域就是无差别的一起做轰炸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这边的最新的军情。意大利军方也说了，现在位在科威特驻有意大利跟美国的2国空军基地，最新传出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这一款集束飞弹，现在直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代表铁穹也开始吃力了吗？那么集束飞弹的战力跟接下来对于战情整体的影响，干哥怎么评估？好，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集束炸弹。集束炸弹就是子母弹啊。那个用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观众朋友可能一听到万箭弹，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所谓子母弹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有个母弹，但它身上会有很多的小炸弹，通常用于什么？攻击机场或者重要设施。因为它如果一旦这个飞弹它脱离之后，它砸下来的时候，它就有数百颗小弹，你看起来像钢珠，但实际上的杀伤力强多了。它就攻击机场跑道啊，攻击机场跑道之后，你飞机就不能起飞了。这是一般我们认知的集束弹。但是呢，也有专门用在哪里？就是用在人员杀伤这样子的集束炸弹。这种集束炸弹呢，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吗？在1939年的时候，德芬战争啊，就是俄罗斯跟芬兰的苏芬战争里面就已经看到了，它那个炸弹叫做什么？叫做莫洛托夫面包篮，因为它那个炸弹大的跟一个面包篮一样啊，要很大的飞机才能够载它。但是当它释放出来那个小炸弹的时候，可以把整片村庄都给摧毁。所以说，其实它的杀伤力很大，但是它的穿透力不强。那主要是在用于说，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的敌军，那我们今天是要这个消灭这批敌军的时候，而不是要摧毁防御工事的时候，我们就用集束炸弹来攻击它。
那伊朗现在它使用了集束炸弹来攻击特拉维夫，那特拉维夫就像这种炸弹对于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它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为什么？因为如果人员市民他是在这个建筑物内的话，那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可是如果说你是走在马路上面的话，它这个被攻击到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像这样的集束炸弹，在国际的公约里面是不准被使用的。那在奥斯陆，也就是挪威的奥斯陆，在2008年召集全球180个国家大家共同商议，就是说基于人道主义，我们现在不能再用集束炸弹，也就是子母弹的攻击。可是你知道没有签约的是哪些国家吗？中国、美国、英国，还有俄罗斯，还有台湾。为什么？台湾说不行，如果解放军打过来的话，我们一定要用集束弹。因为我们是在海峡用的，不会伤及无辜跟平民。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美国当然不可能不用，因为为什么？这玩意儿是他几乎是他发明的，所以他在那个越战的时候，他不知道用集束弹杀了多少越南的无辜百姓。到了以色列手上，那真的他在那个黎巴嫩用的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哈马斯啊，我干脆投集束炸弹。全都给杀了，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医院也会中了集束弹，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集束炸弹在人道主义上面的话是就是没有办法被接受。可是他现在如果说伊朗用了这样的炸弹的话，那坦白讲一句，也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不是对着军队而来，是对着平民而来的。我认为在这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国际争议的。对。不过以色列用了。那我伊朗怎么可以不能用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是对敌人能够造成伤害的时候，我都可以用任何的武器，只要能够达到效果。美国在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准备对付苏联军队，用于他们第一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叫做诚实约翰飞弹。你知道那个弹头里面装的子炸弹，也就是小炸弹。里面不是弹头，装的是什么？你知道？装的是沙林毒气。也就是说，一旦苏军越过易北河的时候，我就丢出集束炸弹，用沙林毒气，用毒气来杀死这些入侵的苏联部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底下会采取更多极端手段，这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如果说以色列在跟美国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再不赶快结束的话，你会逼到狗急跳墙，让伊朗发射更多像这样子的集束炸弹的话，那死亡的是平民，而不是真正发动战争的那些原罪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人道主义，美国还是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好，现在伊朗目前是频频的用这种集束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让他的铁穹已经几乎是守不住了。那这一波攻击除了往以色列之外，包括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战火已经外溢到了这个波湾国家，包括了杜拜机场旁边的这些油槽也受到了波及。现在等于中东战争是区域全面开打，美国也保护不了这些波湾国家的安全的意思吗？委员怎么看？对，这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外界都一直评估说，伊朗因为指挥体系被歼灭，所以呢，现在陷入了这个各自为战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持续的发展，你就会发现，伊朗准备了这场战争，准备了30年了。就他所有的剧本，在这30年间，经过了反复的沙盘推演，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兵推，然后这个剧本在此时此刻终于端上台面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他可以很巧妙的用去中心化的指挥系统，让他的这个部队按照剧本来进行攻击哦。那么尽管没有中央的指挥体系，每一个部队仍然可以按照当时所做的剧本来进行这个战争的部署。那么很明显的哦，就以这个伊朗在这场战争里头，他有2个重要的目标来针对美国。第一个，他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彻底的把美国的势力推出中东。波斯湾就是美国从此的势力要离开波斯湾。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说，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灭国之战哦，他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他要求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相当要有对等的。
所以呢，他现在在做的打击中东美军的基地所做的不就是这个吗？他就是告诉所有中东的国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美军的基地对你们来说就是安全保证，有美军的基地反而对你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因为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你就被打了哦。那么这场战争之后呢，你仔细看一下，美国自己在中东的基地，他自己都守不住嘞。像他在苏丹的那个王子空军基地，他整个防空体系都已经被摧毁了，美国连自己的空军人马都撤走了，就是因为那个基地没有办法了，没有防空体系了。所以呢，对美军来讲，这场战争不管打多久，一旦结束之后，美国马上要面临的是：第一，他要重建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第二，他马上要面对的是中东这些国家还要不要让他把军事基地放在那里。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伊朗是有节奏、有目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且第二件事情哦，你看到伊朗现在封锁荷姆兹海峡哦，其实伊朗并没有布雷哦，他只是选择性的封锁。他选择性封锁是什么呢？他在切断美国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要想了，我在这个时候要跟美国这个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要保住我自己的船舰，我运输不管是化学肥料或者是这个石油的船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要跟美国保持距离了。所以其实不难看得出来哦，就今天他不管是面对这个中东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哦，针对中东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哦，或者相关的一些设施来进行打击，他现在在做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就你打我银行，我就打你银行了；你炸我军事基地，我就炸你军事基地哦，大家有来有往哦。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节奏的，它不是乱打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一开始是乱打一通，但是事实上，当打到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有一套剧本了。不管是打击美军的这个中东的这些相关的设施，或者是选择性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把美国势力推出这个波斯湾。他要做的就是要把美国跟盟邦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嘛。好，对，没错，伊朗要把美国的势力完全的推出去。那其中一个方法，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荷姆兹海峡现在是关键了，因为呢，其实美国也想要掌握荷姆兹海峡，所以最新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长的动作，已经派出了5000名的海军陆战队2栖部队哦，去夺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3座关键岛屿，说是为了夺岛。那伊朗看到的这些动作，也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革命卫队在包括了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阿布穆沙岛部署了新型导弹，呛瞎说我会直接把周边所有基地、船只、资产都是伊朗的打击目标，等于是美伊正面迎战了吗？上次哥怎么看？好，现在其实从2月28号我生日那一天开始，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礼拜，27天。那特别是大家令人惊讶的这个伊朗本身的这个反击能力，已经超过了50几波的这个攻击。所以伊朗，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导弹包括它火炮打不完，而且联动周边的这些，包括胡塞、包括真主党一起在进行。所以大家其实在关切的是美国方面的接下来的军事阶段的转变是什么呢？其实全世界就在看现在会不会所谓它的 ground troop 会打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那么地面作战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非常慎重的。全世界现在所有媒体都在深度的讨论美国川普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但在此之前，大家所要看的这个新的指标，就是现在提到的，美国从日本跟韩国亚洲地区抽调了5000名的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的兵力，而且都有2栖作战能力。那2栖作战能力，其实在我们观察，其实不只是这3座岛屿哦，荷姆兹海峡，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整个接下来所谓美国地面部队要真正的介入，要踏入伊朗土地的这个最前哨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真的美国决定像现在，但是美国现在无论是他们方面，包括川普放话这些东西，都有时候很虚无，你也搞不到真正会做。而且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也不是美国军力在主导这件事情，甚至我们看美军基本上还是回避去直接介入荷姆兹海峡，这使得川普这一阵子都要求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起大家来解决荷姆兹海峡能源问题。所以，现在美军到底会不会这么做？还是去放话本身，像现在有两艘2栖突击舰载着这个5000多名从亚洲过来的部分，你的川普，你觉得伊朗没有在瞄准这2部舰队吗？
这2部舰队即将要攻这所谓3个小岛，现在是就战略上的思路，没有错。荷姆斯海峡我们都知道33公里宽，但它实际有很多暗礁，能走的水域大概就2-3公里，大家集中在这里走。也就是你现在如果要2栖突击舰，你要攻这3座岛屿，你也要在进入这个窄小的轨道。虽然没有错啦，你可以先想打火炮，但同样的，伊朗就是在这3座岛屿当中，不只是布满火炮。最近的火炮布很久了，最近的状况，他们连导弹都放上去了，就可以打你的船舰，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打了，更不要说你的2栖突击舰。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对峙放话来讲，我们听到的部分还是要谨慎判断。也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对于川普、对于美伊战争来说，现在是掐住全世界喉咙，让美国跟川普更能声望跌落的，包括物价、通膨上涨，非常非常大的关键。但是这个突围本身没有错，美军的强大的能力硬要拿，当然拿得下来，哇！但是要付出多少代价呢？现在包括伊朗有没有坐在那边给你攻下来？他们甚至说不定你的船舰靠近之前，这5000名的美军他就炸你了。所以现在这个状况的对峙，但荷姆斯海峡的接下来状况是观察美军会不会真正的川普下定决心，地面部队要攻击伊朗本土的一个指标性的观察点。现在中东啊，战云密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伊朗的反击之下，命中了以色列的国防部之外，还有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吗？突破了萨德系统，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最新报道。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的，包括它的卡达尔380导弹重击美国的驱逐舰。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中东的这一场战事，现在打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了，是一个导弹战、资讯战跟长期的消耗战。最新统计，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现在伊朗的死亡人数已经破了1000人，达到了1045人。以色列则是在经济部分损失非常的大。1周损失金额达到了29亿美元。奇怪的是，现在不管是哪一方，都说自己大获全胜。来看到各方都说自己有各种的战机。先来看到伊朗怎么说自己的战机。他说呢，成功打击到的目标包括他用他的高超音速导弹跟他的哈迪德110高速的无人机突破了美军的萨德系统，也打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大楼跟国际机场。他还说他用卡德尔380导弹击中了印度洋的美军驱逐舰，包括这当中驱逐舰和它的油轮甲板因此都起火了。卫星影像还显示，美军的关键系统卡达扑鹿爪的预警雷达受到损伤吗？再来就是80舰队，80美军的第5舰队了，在总部的附近2套卫星通信终端设备被摧毁，还说摧毁了第2套的萨德系统，雷达也把它击中了。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又怎么说自己的战果？美军他说他用雷达鱼雷来击沉了伊朗的这个战舰，创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的纪录。美国也称自己击沉了20艘来自于伊朗的船舰，并且摧毁了伊朗的海军。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国防部长也说，美国1周内将会取得完整的制空权。他还说，现在伊朗的战力正在快速的下降当中，攻击能力下降，包括它的飞弹发射量下降了86%，无人机攻击更是下降了73%。在这场战役当中，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伊朗首次亮相的在战场上面的新武器2款，特别来看到。第一款就是哈迪德110的高速自杀无人机了，速度1小时500公里，是目前伊朗最快的攻击无人机。再来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卡德尔380导弹，射程更是超过1000公里，具备抗干扰的能力。伊朗同时间也对美国跟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敢试图推翻伊朗的政权，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迪莫纳的核设施将会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主要攻击目标。伊朗宣称它突破的不管是萨德系统，或是打击到以色列国防部卡达的雷达站，可不可以解读这代表伊朗找到美军它的防御体系的一个漏洞呢？如果伊朗真的如他说的去攻击了核设施，接下来以色列能够防得住吗？将军怎么看？首先作战一定是讲究只管通勤指挥管制通讯情报。那我们看到这次伊朗虽然说他作战一开始他的这种指挥领导阶层就被斩首团灭，
但是我认为说他们是一个去中心化直管，也就是说，听说他们区分为31个作战单位，这31个作战单位各自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在执行当时他们所赋予的作战任务。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他打击的是摧毁的是美国的这个雷达系统哈，这个铺路爪雷达。那铺路爪就是一个情报系统，当你没有办法掌握到空中的情报，那当然伊朗之后后续的导弹，它要打什么地方，你就追踪不到，你就很难去拦截哈。所以它第一个目标，看它很有步骤，第一个先将铺路爪雷达摧毁。铺路爪雷达价值11亿美金可以侦收的距离到5000公里，大概整个伊朗的国境都是在它的侦察的范围。第二个，他就打掉他的80的这个美军第5舰队指挥所哈，就是刚刚讲的是情报。第二个是打掉他的指挥体系。当你的指挥体系被打掉以后，你的指挥系统就混乱了嘛。紧接着下来，我们看到他打击的就是他的这所谓的萨德系统。什么叫做萨德系统？它对美军防御有多重要？萨德系统哈，这个全名称应该是叫做战区防空系统哈。这个防空作战有很多种层级的，譬如说我们最基层的叫做野战防空。什么叫野战防空呢？像刺针飞弹，它跟着部队走的，部队走到哪里，它跟着到哪里啊？它射程只有5公里，就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直升机或者导弹，它做最后的防御手段哈。那是这个野战再大一点的叫做区域防空系统。区域防空大概就是200公里，就是这整个地区我都可以防空。这大概射程大概是200公里。那具体来讲，大概就是爱国者系列的导弹哈，譬如说爱国者3。那在更大的叫什么呢？叫做萨德，它是战区的范围包括我们假设将中东定为一个战区的话，它整个中东就是它的一个战区。所以说，又定萨德，如果说摆在这个地方，它对整个这个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是具有保护的能力，具有防空作战能力。因为第一个，它雷达可以看得很远；第二个，它的导弹的射程可以更高，甚至于它可以防这个拦截从这个太空重返大气层的这种对地的攻击的导弹，它都可以拦截得到。所以它的防御能力是很强的。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伊朗第三个就是摧毁你这个设施嘛。当你这个摧毁设施之后，你就没有防御设施，你的这个防空设施被摧毁掉之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伊朗所打击的就是美军的27个这种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甚至于包括在海湾产油国家的重要的政经设施哈，这个经济设施造成整个波湾国家的混乱。所以我认为整个伊朗它的作战哈，虽然说它被这个斩首之后，指挥阶层被斩首之后，但是它作战它是一步一步有步骤来的。那当然这些都摧毁之后，将你美军的这种防空导弹全部拘束在中东地区，让你没办法调用到以色列。紧接下来，他开始对以色列发动所谓的高射速以及高射程的这种超高音速导弹的攻击。我们看到以色列来讲，包括它的参谋本部的大楼，还有它的国防部都遭受到导弹攻击。当然，现在这个伊朗放话要攻击它的核设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可以区分2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是要不要打我觉得他当然是要打。第二个是打得到打不到，打得到打不到，那是第二个问题了。但是他把这个当作他的一个目标是必然的。我们看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乌克兰到最后，他虽然说没有核子武器但是他也去发动库斯克尔之役，目的就是要打到库斯克核电站嘛，那威胁到你俄罗斯境内的核设施，把它当作一个核弹来使用。那俄罗斯刚开始也是抢占扎波罗热核电厂。所以说，核子武器是一个战略型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武器的资源，重要的作战资源。所以我认为，这个伊朗要去攻击以色列的核设施，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关键就是说，他有没有能力打得到，那是第二个层次问题。我相信伊朗会尽全力来保护他的核设施，不遭受到攻击。如果遭受到攻击的话，大概整个伊朗整个国土那么狭小，可能就灭国了。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伊朗打的是非常有节奏性的一个攻击来打击美国之外，也打击以色列。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请教委员又怎么看？现在其实各说各话，大家都说自己的战果非常的多，非常的好。那委员怎么看现在目前的战况？
怎么可能有人在打仗中间说我的战果很差？一定说我的很好，对方很差。这是正常的一个宣传。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问题哈。首先说要攻打以色列的核设施，这不现实的。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台湾的核一厂在什么导弹都打不破，我们的核一厂那么早盖的都打不破。如果你没有核子武器，你怎么有办法打破这个核设施？不可能啦，绝不可能啊！那因为核设施的设计很特殊啊，真的很特殊哈。然后有人讲说啊，那不是福岛都爆了吗？福岛其实不是核锅炉爆了，是它的那污水系统出了问题啊。这两只我们要分开来看。所以如果伊朗没有核弹，都要攻打这以色列核设施不现实。同样的，如果以色列真的有核弹的话，伊朗有1座核电厂，2座正在盖的核电厂就结束了。所以说伊朗这个生意可能不太划算。以色列只有1座啊，它有3座啊，都在德黑兰附近，这可能会很惨啊。所以有时候在做这种战略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人要算一下哦。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伊朗可以打沙特啦、卡达啦的油田呐，等等，这不失为一招。但问题他的自己的油田在对面所以这个到底划不划算哦？这个要理性计算哈。有人讲说我不管了，我一定要跟你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你的孩子吃什么饭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现代，而且革命卫队都非常有钱，有钱的人怕死对哈。以前革命卫队会胜战，现在革命卫队不会胜战，因为家里很有钱，都住在德黑兰的北部的豪宅区，所以情况有点改变哈。那这一次的打这个萨德系统啊等等，这是正确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动啊，不会动比较好打。像我们台湾的那个铺路爪就在乐山，在第一个时间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跑。你爱国者飞弹还有那个飞弹车拉来拉去那没有办法，还可以跑，可以煽动人呢。这种固定萨德也是固定的，这种固定的雷达战真的很好打，很好打哈。那个 ANSGSC 我跟各位说了，美军只要前面2个 AN 就是 Army and Navy， 就是陆军跟海军用的，所以一定会写个 AN 2个字。再来 GSC 好。G 呢，就是所谓的一般就是所谓的 ground， 就是 ground 地面的意思，一般地面使用的。然后 S 叫 special purpose communication， 就是通信用的编号。那这款编号也是固定的，也很容易打，就是在屋顶上固定很容易打哈。那这个萨德系统的体积很庞大哈。那萨德系统 AN 也是 Navy， 也是 Army and Navy。那 T 是什么 ？T 是那个 transportable。就是可以这个运送的，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萨德系统听说要搬到中东来，transportable， 它不像铺路爪是完全固定的。然后 P 叫 pulse， 就是脉冲 ，Y 就是雷达的意思，脉冲雷达哈。那这个被击中，这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听说东方某大国有卫星照片给他们，所以很容易打，所以这没有意外。但他打船就有一点的困难比如说。现在用卡德尔380去打这个美军，卡德尔380就是中国大陆的鹰击83，你把那个83倒过来就380，和鹰击83打的那这款导弹其实是不错而且它卡德尔380是加强版的加强版的，所以击中了美军的驱逐舰，问题是击中美军的驱逐舰有没有沉没？似乎是没有，不容易，不容易嘛不容易对，然后。因为你要让那个什么战舰沉没，除非你用那个什么用潜水艇来打，所以美国用潜水艇就很容易把伊朗的战舰给击沉。它道理也就在这里那所以说有20艘船舰，美国你这么大打20艘，那个伊朗那个比较落伍的船舰没什么了不得啊。你说哎呦我成绩很好，不以你的实力这样子也不怎么样啦。我们主观来讲是这样子那你美国本来要取得制空权，注意到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取得100%的制空权，尤其有无人机跟导弹发明以后，以前讲的制空权是我控制飞机，就现在飞机不一定角色有无人机跟那个导弹那么重要了那所以不要有错了，伊朗的发射导弹量下降，那下降有个原因不是它导弹量数目减少，而是它的发射平台被打趴了，因为你不能把那个导弹拉到马路上去点个火，像放鞭炮一样它的发射系统是要有雷达指挥系统等等的追踪系统。那个它有听说有2000颗导弹，可是问题上的发射车才200座
200座已经被摧毁了大半，所以它即使有导弹，你也没办法发射。它不像中国大陆说在地下有5000公里长那么大，所以有能力有限。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美国当然可以说他赢了因为他把他打趴了。那伊朗也可以说他赢了，因为他没有被打趴，真的。好，所以这场战争消耗战还在持续的，美伊的战争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其实外媒现在最近几天也在持续的报道说，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的角色在哪里？会不会在这场战争当中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最新消息大陆的外长王毅已经出来说了，他说这个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么接下来会透过外交来化解争端，也会。中国大陆的部分派中东的问题特使到地区去斡旋。好，除了在外交上，现在王毅已经表态之外，五角大厦在去年也特别提出了警告，说中国企业长期向伊朗提供包括了有导弹的零组件、无人机技术跟电子设备，甚至还有消息说呢，这个王毅在1号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外长通过电话了，在当中特别提到，中国会确保伊朗的无人机供应链可以不中断。换句话说，这是为什么今天伊朗可以持续的做强烈的反击的原因吗？好，另外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现在看到了，在伊朗它的这个武器方面，好像还有源源不绝的武器吗？现在推估有8万到10万架的这个沙赫德无人机，每月产量还可以到最多500架。美国则是出现警讯，白宫目前正在追加的是500亿美元，要补充它的弹药库，并且紧急要求军火商赶快持续加速生产。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外媒说没有出手帮忙，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伊朗现在可以不断的反击，跟中国大陆的资源有关系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是这样的哈，因为中国大陆的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是不介入区域间的军事冲突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政策。以后会不会改不一定，但是他在过去的历史中只有一次介入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那就是朝鲜战争。可是朝鲜战争又跟后来的战争不太一样，是因为当时的麦克阿瑟是朝鲜战争的主帅他是主张要越过江打进中国的东北，而且要推翻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让蒋介石出场，对，因为打得不顺嘛，打得不顺以后，他那个时候也有要蒋介石用国民党的军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损失蛮惨重的。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要蒋介石在这个滇缅地区打一个口，所以我们才会有滇缅军的反攻作战。那个时候我们的李将军率领的滇缅军打进云南到的腾冲，后来不知又退回去，损失很大。那一股战力对我们国军来说的话，当时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另外一股就是原来要想从这个浙江、福建这个地方要登陆，也没有成功嘛，所以也是死得很惨所以当时美国确实要求蒋介石要准备要反攻，然后也给足够的这个武器弹药等等的。另外，当然这个大陆这边马上就压下去了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打得并不好，但是那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次跟在外面跟他国来作战那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大陆到目前为止，他走的是不走军事同盟的政策，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订双边的跟多边的军事同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军事同盟所以中国大陆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这种军事同盟组织，那他当然没有义务要介入这个国家的战争。可是美国指控中国大陆说有把这个军民两用的物资给伊朗，这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大陆只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安理会有制裁他就制裁，但是安理会如果没有通过制裁的话，你单方面对伊朗的制裁，大陆不买单，那是你家的事。也就是说，你制裁伊朗是你自己违约，你自己违约，我卖军民两用品给伊朗，那是我的权利，你常被管辖管不到我，我才不会理会你。所以美国的指控中国大陆不会理，因为大陆不但不会理，而且大陆会告诉美国，你的单方面的撕毁合约是你自己不对，你不要再讲别人。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赖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中国在开战以后是不可能去帮伊朗。万一伊朗去打到阿联酋，去打到土耳其，这中国就立场上很尴尬了，对不对？是。所以，但是在战前更早的时间里面，的确有帮忙。
除了刚才讲的卡德尔的技术，就是鹰击对83，好83，然后哈迪德110啊，其实就是巴基斯坦的短程导弹改装成无人机啊，两个名字一样，都叫哈迪德110，名字一样，但是在巴基斯坦叫短程导弹，然后在伊朗它叫做高速无人机，其实就是短程导弹。那你说巴基斯坦的技术从哪里来？中国，巴基斯坦有这个技术，一定有人给他。那巴基斯坦要给伊朗，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后面人同意的嘛，所以中国有没有帮伊朗？道义上、实质上当然有，但是实在战争发生以前很久的事啊，然后战争发生的时候，中国如戴老师讲的，真的不方便，所以有人讲说啊，中国不够道义，中美有没有帮伊朗？有道义到了，那你说真的开战了以后，你要帮，那万一沙特被打到，中国不是不好意思，就不方便了嘛。对，好，谢谢委员的补充。那接下来这一场战争又会怎么继续的进行下去呢？那杨老师又怎么看？现在有一个说法嘛，美国说伊朗的无人机它现在已经攻击率下降，你怎么看？对，昨天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说，在2月28号到3月4号之间，尤其是进入到3月4号的这个第5天的时候呢，伊朗的攻击大量减少。他用数字来表示，他说飞弹减少83%，无人机减少73%哦。那这个数字也许是真的，因为伊朗其实一开始它就是用几波的攻击，但少量的无人机和飞弹进行攻击。那在昨天的晚上，伊朗这边释放消息是已经进入到第18波。那第18波他没有讲出他发射多少枚飞弹，可是呢，在第17波就昨天的上午的时候呢，他告知40枚飞弹，所以只有40枚飞弹，那当然无人机可能是1倍之多，因为他们估计伊朗大概在前面的4天总共用了500枚飞弹，2000枚无人机，那个无人机一台大概才2万美元哦，那所以呢，它都是先发射无人机。去吸引就是不管是萨德还是铁穹的这个拦截，然后呢后面跟着就是飞弹、弹道飞弹，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对比不成比例，因为无人机一枚2万美元，那爱国者飞弹一枚400万美元，我们刚刚讲到萨德飞弹更不得了，一枚要1200万美元以上，所以实际上现在从韩国、日本可能会接下来要转运的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因为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12日战争，韩国内部有美军基地8个爱国者飞弹营，有3个被调往中东地区，在6月份的时候，10月份才调回去。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在日本的新闻我也看到，他们似乎在美军基地当中再重新整编相关的这个飞弹的攻击，所以现在搞到后来大家都比库存不过这个库存各说各的了哈。美国说它这个库存没有问题。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去年的6月的时候，以色列的库存出问题了，所以后来川普才决定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伊朗的库存是多少呢？这个只有伊朗自己知道了哈。有人说什么几万枚，有人说几千枚，这个真的不知道。那所谓的飞弹地下城是存在，我相信，因为看过这个相关的影片。但是呢，我们看到前面这18波的攻击。来得到一定的成效，其实美国是很伤脑筋的。如果持续这个下去的话，就应验英国首相那句话：胜利不可能从空中获得，因为对方也会反击。再补充一个，1个小时之前，伊朗的官方媒体也宣布，在来自于以色列的无人机也被伊朗的反飞弹给打下来，所以制空权你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东战事已经正式的爆发了。今天会关心伊朗它的动作重击了美军的基地，并且声称它击中了林肯号航母。铁穹现在说以色列的铁穹也挡不住吗？川普则是扬言还会再继续的加大打击，打到4周为止，更预告会有美
军更多人会丧命，也就是说会全力来打这场战争。美以伊战争已经全面开战，赶快来关心中东，现在进入到了全面战争模式。本来在26号这一天呐，这个阿曼调停人还出来说，谈得还行，和谈判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取得一些的进展。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时间，28日，美国就已经联手了以色列，启动了这个川普叫做史诗怒火行动，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在12个小时之内，一共是狂轰了900次的空袭来进行。那美军出动了他的战斧巡弋飞弹、F-35逆踪战机，还有他的 FA-18超级大黄蜂等等。那么成绩的部分，我们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遭到斩首杀除之外，包括了48名来自于伊朗的高层也都全部团灭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继续说，他说几分钟之内，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摧毁了9艘的伊朗军舰跟多处的海军设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出动了200多架他的战机，打击目标超过500个目标，造成伊朗现在最新统计大概是近1000人的战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也针对了美国的战损说出了一个最新数据。他说，美国有超过500死伤，传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这是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但是美军说，目前的战损是3死5重伤，所以这数据上其实还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针对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击，并且宣告没有红线。我们来看到伊朗的3层反击有哪些？首先，第一层包括了锁定了美军中东的命脉，也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还有其他多处的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阿联、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个就是伊朗说的，美军的航母林肯号遭到伊朗4枚弹道飞弹给击中，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被美方给否认。最后一个是飞弹跟无人机，伊朗方面轮番上阵，压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袭击，造成了9死20伤。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伊朗真的敢这个无红线继续的做攻击吗？刚刚说了，攻打美军基地、打航母，美军也有非常3死5重伤，这是来自于美军的说法。但是伊朗的数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准备全面跟美国来作对吗？吕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么，美国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个结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样。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闻啊，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部分。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其实现在已经发生船只遭受到攻击的一个事件，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油价它一个飙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么样的飞弹打到了，其实目前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攻击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一张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攻击点非常的高啊，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舰飞弹啊。那我们日后看看共和卫队它是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其实是今天下午1点07分的时候截出来的。那也就是我们看到 AIS 的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到荷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其实几乎等于没有船只通过。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过，应该就是跟伊朗以及他的一个国防军或者是他的共和卫队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们这边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油轮啊。那这个油轮呢，它为什么不敢通过？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荷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它其实是有反舰飞弹的，无论从300公里到120公里，统统一应俱全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呢，那是不是他连航空母舰都敢打？他说他发射了4枚飞弹
攻击这个林肯号，但是呢，林肯号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战损的报告。但是我们从之前红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无论是当时的胡塞组织，或者是现在的共和卫队，或者是伊朗国防军，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发射了几枚飞弹，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有关于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一个空中的防卫啊，不是只有那个林肯号就是航空母舰自己担任，其实呢它会有外围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伯克级的驱逐舰来担任，因为它具有神盾系统，可以因应来袭的各种的。无论是无人机或反舰飞弹，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虽然高超音速飞弹目前大家是说无法拦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它不是它有没有决心要跟美国对干，是美国决定要跟伊朗对干。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请教委员又怎么看？因为伊朗说他有打击到这个林肯号，美军现在出面否认，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续喊话，他说他会再打伊朗打4周，而且他还说会有更多的美军丧生，他是强人反击，还是一个选战前的豪赌？那川普说出动了 B2， 还有这个沉寂了9艘军舰的说法，可信度委员又怎么看？应该这样看的哈，任何一个战争双方面的说辞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国的说法、伊朗的说法、以色列的说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说双方面都已经确认有这个事情，那个才是等级比较高、可信的事实。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讲，另外一方面不讲，那你可以讲说，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实。那如果是有一边讲法跟另一边讲法不一样，那两边你就是要把它搁置。等到事情厘清以后，俄乌战争我们就有这个经验啊。泽伦斯基说一大堆，说最后两边都说谎，这种几率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要做这个事。那以目前来讲说，这个到底川普要更激进的去打啦，或者林肯号有没有受创啦？林肯号有受创，到底有多大的受创？这个不能因为受创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这样子来解读。好，那你说这个美国能不能维护全球的霸权？美国本来就不是全球霸权了，但是美国在波斯湾还是霸权。所以你要是区隔这两件事情啊。那这个川普能不能撑4个礼拜？在战前好像你节目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断地强调。根本没有办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弹药，或者说他剩下多少战斧飞弹，这个导弹那个导弹不知道，因为照道理他在俄乌战争消耗不少，他在以哈这个战争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还是要把对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都搬过去啊。如果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搬过去，那还真的够。可是搬过去的话，那如果中国大陆突然之间来那一下的话，那你美军不是说很凄惨哦？是，所以不晓得他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至于全部搬过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那这个至于 B2 有没有出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是新闻上讲的，而不是这个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谓集成9艘军舰，那是美国讲的，伊朗这边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消息再等一点。但不管如何，我们在评估一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是用战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战损角度是什么？比如说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后这个杜拜的帆船翻掉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换句话说，军用设施跟人员它的价值比军民两用还要高，然后军民两用比纯粹的民间的还要来得高。那我们这样的评估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拳击一样啊，我打到哪里几分，打到哪里几分啊，最后统计结果谁赢？到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后，确定是美国伊朗赢。这不用去否认它哈。那接下来伊朗会有什么样的反击力道？那伊朗会讲很多，美国也会讲很多。不要去相信，我们一样要用客观的数据来 double confirm。那因为整个伊朗的高端阶层被端掉了嘛。
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美国的战略讲废核，基本上只是他提高他打伊朗的正当性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权，把伊朗政权移交到民选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军手上去。他基本上采取这个策略，所以呢，伊朗里面有根深蒂固的经济矛盾跟民族矛盾。国防军、民选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这个革命卫队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们是满清另外大多是汉人新军都是汉人嘛，然后八旗都是满人，大概这种情形。那美国就想要趁这中间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铲除，革命卫队弱化，那国防军就有起来的机会。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好，所以美国已经达成他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实现在呢，不管是美国或伊朗，可以看到双方都互不相让，也都说没有红线，会继续的打下去。这一场战争会不会从目前的空战变成地面战，甚至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并不能排除它有发生军事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不只是你弹药的这个库藏是多少，也取决于最重要是政治的发展跟变化，尤其是伊朗现在内部。那美国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他的说法是：第一个，伊朗的核武绝对不能容忍；第二个，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者。这连国际媒体都不买这两个理由。那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么讲。但是我觉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连串的暴动跟抗议之后呢，其实伊朗已经非常的脆弱，统治阶层很脆弱，哈米尼也86岁，然后呢，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看到了机会，趁你病要你命。那当然，如果把这个神权政府的高层能够干掉，一定会有比如说理性务实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够取代？后面的变化很难讲。但是呢，他们在过去长久以来对伊朗的渗透，那伊朗已经像个筛子一样，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精准。就军事而言，这是个精准的斩首行动。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内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判这个关税无效，然后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来越多。ICE 现在在美国，这个是过街老鼠。年底的选举，美国的启动选举，所以川普需要一场军事胜利，尤其是过去46年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地区的挑战者威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尼一举干掉、斩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这边很骄傲的吗？你接下来看，你川普一天到晚会讲这个事情，他的支持者会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外交胜利。内塔尼亚胡也一样，内塔尼亚胡政权现在几乎要下台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说，可能针对伊朗的情势的观察所采取的决定。那现在伊朗，你看到过去这超过一整天的这个回应打了8个波斯湾国家美国有基地的这些国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湾周围的这些国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战损，但除了那个雷达系统之外，其他其实还好。伊朗说是打死了200名美军，但美国人说只有死3名，会不会再持续？因为第一天前面24小时，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回应，因为你打死我的最高这个领袖嘛而且不要忘记，我觉得《纽约时报》很多西方媒体都很刻意虚假的遮盖这个另外一件事实，它也造成148个中小学生的死亡。然后呢，这个东西看在伊朗里面，这个第一个24小时，甚至接下来1-2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高的情绪会出来。那甚至会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种恐怖攻击会出来，看到在德州已经出现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们要去攻占美国在那边的领事馆跟这个大使馆，可是它会不会再提升，就取决于我觉得就是看伊朗内部的这个就是政治的变化，它会走向一个集体领导，还是说多久新的最高
这个元首会不会选出来，还是说内部会走向一个动荡、神权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觉上，革命卫队跟国防军大概不会去直接去取代新的这个政权，所以在态度上、言辞上强硬依旧，可是呢，在实际上后续的攻击上，这个强度会不会增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